后浪大结局，孙头头不是任新正的女儿，成为主人的儿媳妇，接班人由赵露思、吴刚主演的中医剧《后浪》今晚大结局。无论是被称为孙姐还是头哥，后浪都是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孙头头的最终受益者。短短40集，孙头头从一无所有到成为世人羡慕的对象。如果不是赵立权的阻挠，事情会顺利很多。但在任新岑和吴尚道的指导和帮助下，赵立权找回了初心，勇敢地奔赴武汉抗击疫情。第38集，赵立权临走前去找田欣欣。武汉的疫情很严重，这次他会不会回来，谁也说不准。赵立权给了田欣欣一个袋子。到目前为止，粉丝们唯一关心的就是结局。成功来临时，谁也挡不住。决赛中，孙头头被成功收购，老师的妈妈宋玲兰公开宣布头头是自己的儿媳妇。关于孙头头是不是任新正的女儿，当然不是，不然的话，情人变成了兄弟，孙头头也不可能和任天正这个新主子在一起。孙头头的妈妈叫小贝玲，爸爸是谁一直是个谜。孙头头当了继承人后名声大噪，就请师傅给他起个响亮的名字。任新正把孙头头的名字改成了孙大元。哈哈，我觉得不如太阳头。从此天下再无孙子，只有孙大元。后浪开播以来，虽然饱受诟病吐槽，但奇怪的是丝毫没有影响到女一号赵露思的人气。6月4日，有网友统计了赵露思的微博，1周内涨了20万加。在后浪开播之前，作为一个比较知名的中医，我对这部剧是寄予厚望的。既然是推广中医，就要把中医讲清楚，把对中医有益的病种和领域讲清楚。他明明告诉观众，生病的时候他可以让观众选择西药或者中药，但是节目最后后浪没能做到。弘扬中医，后浪到底提倡什么？起初任新增的家人认为孙头头是江氏针灸派的传人，后来因为赵立权的插手，她成了任新真的私生女，当然不是真的，最后成了人家的儿媳妇。如果孙头头真的是任新真的私生女，那后浪不就是现代版的《还珠格格》吗？她不是私生女，大团圆的结局让后浪成为现代版的成人童话，成为中医界荒诞可笑的灰姑娘传奇。孤儿得到贵人任新增的宠爱，成为群星中的凤凰。中医药大学本科、硕士、博士有入学要求吗？有志于行医的同学，高中不需要苦读，不，高中毕业就可以去机场了。如果顾客不高兴，他会把食物扔到他头上。或许你会遇到贵人，被选为某门派的继承人，在爱情和事业上都有不错的收获。孙头头的后浪因为没有容嬷嬷和天后，所以没怎么吃亏。有可能成为容嬷嬷的宋继仁和张继儒站在了苏娜的头上，本可以成为皇后的宋玲兰却被任新正一路打压，除了抱怨，她什么都不敢做。主角气场惊人，编剧的笔真棒。孙头头的传奇成功故事出现在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几乎为0。希望年轻的剧迷不要相信童话，不要相信灰姑娘的传说。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，会有现代版的《还珠格格》的故事，但不会有孙头头的传说。任何小小的成功都需要努力和努力。杨洋，慢下来，我的演艺道路更清晰。杨洋1991年出生于上海，200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，青年演员。获奖理由，他一个选择逆流而上的演员，是一个不畏惧外界声音，坚持自我的才华横溢的少年。2019年凭借电竞职业全职高手一脚打破怪圈，赢得观众看台，在特战荣耀、铁血军人塑造上取得突破。他一直保持谦虚低调，以健康积极的形象，坚持用作品打动观众，不断提升演技，朝着心目中的伟大演员执着前进。2019年度艺术家，杨洋，慢下来，我的演艺道路更清晰。记者毛义军发表于30.12/2019。中国新闻周刊第930期。半年多来，特战荣耀剧组的粉丝很少看到贾英的活动，只看到她躲在西南或西北的山里拍戏。
别人看似冷清寂寞的生活，在杨言看来却成为了自己生命中最轻松最投入的部分。我每天和山水打交道，天上的云彩就像卡通片，像孙悟空在翻跟头。他说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拍戏，他还喜欢跑步和打游戏。他想放慢脚步，自己做选择，每年都专注于优质的剧集，从明星到百姓眼中的演员。演员身份重连的伤势是这6个月来最让杨难受的事情，甚至让他很郁闷。这是电影《特战荣耀》的片场。不久前，拍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，有一瞬间，他以为自己崩溃了。许多船员聚集在一起帮助他，他大叫：“别动！”刺来了。他心里在想，以后会不会有很多事情自己做不到？上次他也是跟这个团一起拍的，他将带领一个团队用斧头从地下挖出一条隧道，斧头被推得太用力折断了，然后弹回他的脸上。他还考虑了假设演出结束开车下山的时候，他感觉毛孔粗大，脑子里闪过很多乱七八糟又可怕的念头。如果这种如果的情况真的发生了，会发生什么？他的事业，我该怎么办？他之前受过很多次伤，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。作为一名舞者，他一直认为自己在打斗戏上有优势，所以在编舞上下了很大的功夫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开始思考这个职业的长远发展。他万万没想到，不到30岁就能接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军旅剧《特战荣耀》。小时候，他幻想着拿着枪到处打仗，当英雄。在这部电影中，他就是身怀绝技的舞者燕破月。经过艰巨的任务，他从一个有优越感的个体加入了武警特种兵这个集体。近2年来，他认为观众应该看到有血有肉的影像，而不是四处飘荡。尝试保护您的行为尤为重要。回顾2016年的偶像剧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，他看了原著小说中的描述，对肖奈性格的理解是，他是一个聪明、腹黑、帅气的偶像，什么都有。有一个优势，他觉得一般人看到这样的人都会有疏离感，所以他演这个角色比较过瘾。为了这个角色，他也会在现实中寻找各种参考，包括他自己。我上学的时候，你不会说我特别亮眼吧？长得好看，专业也不错。杨洋想了想，如果现在去做，说不定会做得不一样。在2019暑期档电视剧《全职高手》中，杨洋饰演一名电竞高手，他开始不断地向导演表达自己的想法。看完原著，他重新想象了叶修的模样，头发比描述的稍微长一些，一改笔直的走路姿势，刻意放松，剧中穿的衣服裤子也宽松了一些，久坐不动，这让他看起来有点草率。他想，在最后一场胜利的戏之后，他建议导演做一个他看着天空中绽放的各种烟花的特写镜头。开场是他被扔出家门，抬头仰望天空，2片雪花相互呼应。导演觉得不错，就同意了。现在我更清楚如何选择一条适合我的演艺事业和身份的道路。杨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。作为如何释放自然的教训，杨洋觉得自己没有个性。在他看来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，必须要脚踏实地，也就是要展现真实的自己。所以人工设计是这一切的障碍。粉丝看到叶修在《全职高手》中的角色，觉得比起之前的很多剧更适合他。杨洋似乎也从角色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影子。例如，他早就对游戏产生了兴趣， CS 的网络版能玩10几年，自评成绩还是不错的。他很佩服叶修这种不怕失败，敢于从头再来的状态，而他自己也在朝着这种状态迈进。杨洋1991年出生于上海，2003年毕业于军艺舞蹈系，学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。学习舞蹈是一项艰苦的工作，你必须训练，你必须每天训练、上课和睡觉。他似乎生活在一个保护壳中。出演新版《红楼梦》时，他才16、17岁。与学校相比，日常严格的体能训练有些中断，几乎不可能加入舞蹈队。落后于同学，他只能摸索前行。这个年纪，娱乐圈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
他看过很多年轻演员的表演，觉得这些角色自己都能演好。直到17、18岁，他才从舞蹈专业转行当演员，这才真正接触到社会。偶像剧似乎弥补了他的一些青春，他也意识到自己与上一代演员最大的差距就是生活经验的缺乏。他已经处于抑郁症的休眠期4、5年了。在拍摄《舞动乾坤》期间，在与导演张立扬的接触中，他透露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在演戏的时候，他不再只想着完成这个角色，而是开始考虑所有的事情、场景与对手的连续性和协调性。导演张黎在最初挑选演员时，先给他们看了剧本，然后分享了自己的想法。两人坐得很近，张丽看着他们的眼睛判断对方是演员还是明星。杨洋入组如下，他认为自己在演戏的过程中没有做偶像的包袱，但张丽还是看得出来，杨洋是在逐渐摆脱包袱，还是要慢慢承受。在张丽眼里，严阳不懂得表达自己，平凡的生活比较简单。拍摄间隙，他没有逛街，而是在酒店打游戏、睡觉、锻炼身体。他非常渴望成为一名好演员，这是张丽从杨洋身上感受到的倾向。他觉得简简的作品会越来越好，但是流量也会相应减少。在之前出演的一些剧中，杨洋并没有完全放飞自我，张丽时而骗，时而保护，时而苛刻，使出各种招数。杨洋记得，为了不给自己压力，张黎基本上天天约他一起吃饭，有空就给他发微信、发影视剧消息。学习，他觉得张黎在潜移默化地教他彻底放下。他听张黎分析了主人公灵动和每个角色之间的关系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解读。这就像给你上了一堂课，让你放开自己，让他发挥出来，然后把它收回来。减速，杨幂演艺事业的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，相继上映了连续剧《四大名捕》《旋风少女》、网剧《盗墓笔记》和电影《左耳》。尤其是《盗墓笔记》之后，她的微博更是一周涨了100万。有人来看剧组，有人来机场接她，还有银行柜员认出她就是战麒麟的演员。周围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她希望自己不要被打扰，但又不敢轻易插旗。她看着网上的新闻，告诫自己不要狂妄自大。比如，当她看到一个艺人的负面消息时，她会告诉自己不要去做，否则就完了。拍摄《特战荣耀》是她非常享受的一种状态，她有安全感，能感受到身边的风景。虽然工作压力很大，但还是可以放松心情，全身心投入到角色中。如果剧组在拍摄期间有其他活动和其他工作安排，他会开始拒绝或推迟1、2天。这样一来，如果你离开剧组一小会儿，就可以马上回来。